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民政處舉辦嘅呢個網上講座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大廈管理啦。咁而我就嚟緊咧就會集中講下消防安全嘅消防裝置點樣去改善啦，同埋大廈即係大家一般居住環境個消防安全有啲乜嘢要留意嘅。咁我先介紹下我自己先，我係消防處高級消防隊長陳建偉，大家可以叫我 Jason。咁我身邊呢位咧就係我今日嘅拍檔屋宇署嘅 Kelvin。咁今日咧就會由我去開始講解先嘅。咁我今日最主要想講咩咧？我希望咧就大家對一個消防改善工程有一啲簡單嘅概念啦。點解會有啲咁嘅嘢？同埋其實係做啲咩嘅咧？咁所以咧我希望大家會有一個好概括嘅概念，知道大概呢一樣嘢係點樣去做啦，同埋點解會有呢樣嘢嘅。咁所以咧一啲深入嘅數據啦，或者好深嘅法律問題咧，我哋今日都唔會講解嘅。咁好啦，講翻點解有呢一條條例啦。咁大家見到熒光幕都見到啦，即係過往咧發生咗好多大火啦。咁包括上年年尾油麻地大火啦。咁其實每一次即係火警都有人命傷亡，咁對於即係市民又或者對於我哋每一個消防員嚟講咧，咁即係呢啲悲劇一單都嫌多嘅，就正正係因為咁咧，就帶出咗點解我哋需要做消防安全嘅改善同埋提升啦。咁都會講少少法例嘅，咁正正頭先所講啦，即係消防安全需要提升啦，特別係一啲舊樓啦，咁就係因為有呢個原因咧，咁所以咧就有呢個條例就生效咗啦。咁係講緊咩咧？就係講緊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咁喺2002年就其實已經喺立法會通過咗，喺07年咧就已經係正式生效㗎啦。咁為嘅咧都係希望喺嗰度住嘅人啦，喺嗰度出入嘅人咧有一個安全嘅環境啦。咁喺呢一個條例之下咧，咁其實有兩個執法部門嘅，咁一個就係消防處，而另一個咧就係屋宇署啦。咁好多市民成日都會問我，消防安全乜唔係消防處嘅咩？咁點解關屋宇署事咧？咁其實咧，我哋都有個好清晰嘅分工嘅。消防處咧最主要咧就係管一啲消防裝置同埋設備嘅改善同埋提升嘅。咁而屋宇署咧最主要就係會集中喺個結構上面嘅改善同埋提升啦。咁我先講下消防處呢一部分先。咁而屋宇署嗰部分咧，陣間會由我拍檔 Kelvin 咧向大家講解嘅。咁好啦，我哋成日講舊樓啊，呢個條例就管一啲舊樓。咁乜嘢為之舊樓咧？咁喺呢一個條例之下咧，咁就係講緊1987年3月1號之前落成或者已經交咗審批圖則嘅咧，嗰啲都算係喺呢一個條例之下所受到監管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佢係住宅啦，又或者係半商住。咁簡單啲去理解咧，就即係講緊可能係嗰棟大廈有一啲地方係商鋪或者寫字樓，又有一部分咧係攞嚟住嘅。咁呢一類型嘅大廈咧，都會受到呢個條例嘅監管嘅。咁而第三個條件咧，就係佢必須要高過3層嘅。咁所以簡單啲嚟講咧，新界村屋咧就唔係喺呢個條例下面受到監管嘅。咁以下呢啲消防裝置同埋設備咧，其實就正係呢一個條例會要求一啲業主要安裝翻呢啲消防系統啦。咁其實消防系統同埋裝置咧就日新月異啦，每一年都會有新款嘅。咁我哋當然唔會要求到啲業主好似追電器、追電話咁樣一定要裝最新款啦。咁相反就係會要求裝一啲最基本而又最有效可以保護到大家嘅系統啊！咁大家見到熒光幕啦，最上面嗰個咧，我哋簡單啲講係一個花灑系統啦。咁好簡單嘅，佢係自動嘅。咁即係遇到火警嘅時候咧，佢個花灑頭會爆，咁跟住就會射一個花灑嘅水簾出嚟咧，就會去控制住嗰個火啦。咁呢個係全自動嘅。咁佢需要裝嘅地方咧，咁多數都係講緊一啲商用嘅地方，咁所以大家唔使驚就，哎呀，我會唔會喺我屋企入邊嗰個天花板要裝個花灑咧？咁其實係唔會嘅，呢啲係商鋪先至會有咁嘅要求嘅。咁而第二個咧就係消防山喉轆系統啦。咁消防山喉轆系統咧同火警警報系統咧其實係連埋係同一套系統嚟嘅。咁呢個對於保護大家嘅屋企啦，即係一般嘅住宅啦，呢一套系統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咁我陣間咧都會再詳細啲去講解呢套系統究竟係啲咩嚟嘅咧。
咁跟住落嚟咧，下一個就係緊急照明系統。咁呢個好簡單啦，我哋俗稱貓頭鷹燈。咁佢平時係唔會着嘅，佢長時間咧都係會自動叉電嘅。當個火燭啦，電源停咗嘅時候咧，佢就自己自動會着嘅。咁啊，最尾一個就機械通風系統。咁呢度咧就唔會好詳細講啦，因為一般住宅咧其實都唔會需要嘅。好多時可能講緊一啲商鋪啦，一啲大通風嘅地方，例如食肆一啲大嘅通風系統咧，先至需要裝嘅。咁我頭先所講一啲舊樓啊，就要做一啲提升啦。咁其實提升到乜嘢咧？係咪要追翻最新最高嘅要求咧？咁其實唔係嘅。頭先講嘅啦，都係一啲最基本最簡單嘅要求。咁係跟翻1994年出版呢一個最低限度嘅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會係跟翻呢一個標準咧去要求裝翻一啲系統嘅。咁亦都好多市民就問啦，哎呀，我收到個令，咁其實真係好似幾複雜咁樣喎。咁究竟即係我應該要點樣去做咧？咁其實咧呢度好略略簡介啦，咁都不能夠每一個細節都詳談。其實我俾大家一個心理準備咧，類似係做大維修咁樣，即係話你收到個令咧，你唔係求其揾一個裝修師傅轉幾個窿裝一件嘢上去咧，就可以完成到呢個消防安全指示嘅。你幻想下好似一個大維修咁樣，佢需要招標啦，揾一個承辦商接咗呢個標，然後經過政府部門嘅審批啦，咁啊多數都會牽涉屋宇署、消防處或者水務署等等嘅審批，批好晒啦，個設計 OK 啦，咁先至可以開工。到最後咧就要約驗收，咁啊收咗 OK 啦，咁就完工就先至叫做可以完成到嗰個消防安全指示嘅。咁同埋點解我話俾大家聽要好似即係大維修咁樣咧？就想大家有個概念咧，就唔係話我係一樓嘅業主，我就淨係做一樓嘅嘢，2樓嗰啲我就唔理啦，3樓嘅業主又自己搞。其實唔係嘅，係要所有嘅業主咧都要坐埋一齊去傾，去點樣去招標咧？點樣請承辦商？點樣去完成咗呢一個消防安全指示？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形式咧係有少少似大維修咁樣嘅。咁好啦，如果真係唔做唔服從唔遵從呢個消防安全指示，會有咩後果咧？咁其實好無可奈何地就真係會提出檢控嘅。咁個罰則咧就係罰款最高25,000蚊啦。咁另外就可以再逐日計嗰個罰款嘅。咁不過我想講多少少啦，其實我哋消防處啦，甚至乎我作為一個個案主任咧，我最主要就係希望幫到大家，盡量幫大家協調啦，幫大家解決困難啦。最想係幫大家可以完成到個指示，可以提升到個消防安全嗰個水平嘅，多過係真係想去告人啦，想去檢控人啦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遇着有啲業主真係非常堅持，點都唔肯做任何嘅改善咧，咁即係提出檢控咧，都係無可奈何嘅結果嚟㗎。咁好啦，聽講到即係作為一個個案主任，咁我成日都會接觸啲市民，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了解到其實佢哋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咁多數咧都係統籌同埋財政嘅困難，成日都會遇到啦。咁咧其實咧唔係淨係消防處嘅，我哋政府部門咧好多啲個案主任咧都好想幫到啲市民，幫到大家可以去完成到呢一個都唔係咁簡單嘅消防安全指示嘅。咁所以咧，當大家統籌有問題嘅時候，可以揾好多唔同嘅人幫手嘅，可以揾我啦，可以揾消防處嘅就係我啦。咁譬如可能揾民政處嘅人可唔可以幫手成立到法團咧？揾啲區議員幫手一齊即係約下開會咧。咁其實呢啲溝通協調呢啲咁嘅工作咧，即係我個案主任呢一個位置咧，其實都會參與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唔好怕醜，即係如果收到呢啲令又真係唔係好明嘅時候咧，其實好歡迎打電話去聯絡各個政府部門嘅個案主任咧。其實大家都好想盡我哋嘅能力，盡我哋嘅辦法可以幫到你哋㗎。咁頭先講到啦，法團啦，即係如果冇法團嘅，咁記得盡快成立法團啦。咁因為咧，其實去處理呢啲事務咧，有法團會方便好多嘅。咁可以揾民政處嘅同事幫手啦。咁跟住遇到一個咧，就係其實除咗大家之外咧，我都成日會遇到嘅財政困難啦。咁大家財政困難，咁其實都理解啦，都係即係一個打工仔做一個咁樣咁大型嘅改善工程咧，咁其實係都難嘅。一嚟又複雜啦，二嚟其實都會即係牽涉到錢喎，突然間要攞一嚿錢出嚟，咪好辛苦咯。咁所以政府咧有好多唔同嘅支援俾大家嘅，咁記得聯絡你哋嘅個案主任。咁呢度唔多講啦，因為咧
呢啲計劃咧成日都會變嘅。咁可以留意市區重建局啦，佢經常都會有一啲資助咧，係可以俾大家可以去申請嘅。咁啊，除咗做消防安全改善工程之外咧，記得你哋嘅消防設備要做年檢嘅，每一年都要做檢查嘅。好似你哋啲 lift 啊，你哋啲電力裝置嗰啲都係需要做檢查嘅。好花多少少時間講埋最重要呢個喉轆啊！好多時咧，大家咧都會話：哎呀有咩用咧？火燭嘅時候佢唔識喐喎，佢用唔到喎。咁大家要留意下呢一個圖片啦。第一樣嘢記得一定要撳咗個火警鐘嘅撳手啦，撳落去，撳爛咗佢之後咧，佢會着咗個火警鐘啦，佢會着咗個消防泵。第二亦都係最重要嘅，大家睇第二幅圖咧，記得係有個水掣嘅，記得逆時針。扭到最盡，因為啲人成日話：哎呀火燭啊，個消防系統點解唔識得響嘅？因為冇做到第一個步驟，冇撳警鐘。啲人成日話消防系統冇水，因為冇做到第二個步驟，佢哋冇開到嗰個水掣。咁而第三、第四好簡單啦，拉條喉出嚟對住火源嘅底部噴水。咁好啦，除咗做好消防裝置改善啊，有做晒年檢，大家都識用消防系統啦。到最後咧，記得唔好阻塞走火通道。咁大家見到好似呢幅相咁樣咧，塞住晒咧，火燭嘅時候咧就真係走唔到，就好危險啊！亦都會引致到檢控㗎，最高罰款咧係10萬蚊㗎。咁啊，逃生三寶，記得走嘅時候3樣嘢，手機、毛巾同埋鎖匙，帶齊呢3樣嘢先至好走火警。咁我今日講解咧就差唔多啦，嚟緊嘅時間咧，我會交俾我嘅拍檔 Kelvin 嘅。唔該晒啊，陳 Sir。就好高興啦，今日就喺呢度就同大家分享下關於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裏邊嘅事宜咁樣嘅。咁我係屋宇署個代表啦，咁我姓郭嘅。咁就啱啱陳 Sir 都好精彩嘅講翻佢消防處嗰啲即係嗰個消防安全指示嗰部分嚇。咁其實我哋屋宇署咧喺消防安全指示都係其中一個擔當一個叫做執法嘅其中一個執法部門啦。咁我哋同消防處嘅唔同嘅地方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屋宇署係負責咧執行建築物嘅規例設計同埋防火安全建造嘅規定咁樣嘅。咁同阿陳 Sir 啱啱所提到，佢哋最主要就係負責一啲即係喉轆啊、喉山啊、花灑頭啊各等嗰啲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呢個資料你見到個 slide 裏邊咧，其實就大部分嘅資料其實都同阿陳 Sir 嗰邊都相類似嘅啦，所以我都唔喺度再重複。咁喺我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裏邊咧，就啱啱都提到，就係最主要就分為2部分啦，一部分係住用部分，一個就係非住用部分咁樣嘅。咁喺個制定呢個消防安全建造規定其實最主要有3個目的嘅。第一個目的就係保護大廈嘅逃生樓梯、通道同埋出口，以便發生火警嗰陣時咧，啲居民能夠安全咁離開嗰個大廈嘅。咁另外一方面咧，第二個目的咧就係阻止火勢嘅蔓延，同埋加強建築物嘅抗火能力。第三就係消防員能夠安全同埋順利咁進入火場去撲滅個火警，同埋去做拯救嘅工作咁樣。咁喺制定呢個消防安全建築物建造規定咧，我哋有3個守則，佢需要去睇嘅。第一部分咧就係一個1996年提供火警逃生途徑嘅守則。第二就係1996年內火結構守則。第三就係1995年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守則。咁就係你見到嗰張影片裏邊咧，左手邊嗰3本曲，嗰3個守則嚟嘅。咁至於紅色嗰本咧，就係啱啱正就係陳 Sir 啱啱講解嗰個消防處嗰個守則嚟嘅。咁就住非住用部分嗰個建造規定嘅內容咧，我哋最主要就分3部分啦。逃生途徑、內火結構同埋消防同埋救援嘅途徑咁樣嘅。咁喺逃生途徑方面咧，我哋咧就會睇一睇個規定樓梯嘅闊度啦，同埋數目。第二咧就係有足夠嘅內火嘅牆啦，去保護嗰個樓梯。逃生途徑嘅規定咧就包括咗由單位樓層去地面嘅樓層咧，地面嘅樓層嘅離開嘅安排啦，樓梯通道嘅個通道嗰個情況同埋個距離啦，同埋提供呢個防火門咁樣。咁至於喺呢個內火結構方面咧，我哋就會加強外牆嘅抗火能力，
同埋保護嗰個睇下有冇啲咩開口啊，從而去阻止呢個火勢去蔓延，去隔離嗰個大廈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喺樓宇裏邊咧，我哋都能夠提供一個抗火嘅分隔啦，同埋如果有地庫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仲要提供足夠嘅排煙口咁樣。咁喺消防救援方面咧，咁我哋都要佢至少有一部升降機咧，能夠改善到變成一部消防 lift。滿足到啱啱所講1995年嗰個消防及救援嗰個標準啦。咁另外咧就或者咧係需要去加裝一部消防 lift 咁樣嘅。咁呢個咧就係張圖就講解一個非住用部分嘅例子。嚇，喺呢個例子裏邊咧，你會見到咧，其實咧就呢個係一個辦公室啦。咁佢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咁樣嘅。咁我哋咧喺呢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裏邊咧，我哋就住非住用部分咧，我哋每一個嘅辦公室嘅門口，或者甚至乎佢哋嗰幅牆，如果佢嗰個有啲門有啲窿、有啲開口開咗嘅話咧，我哋都需要去做翻一啲防火門嘅提升啦，或者去將嗰啲防火嗰啲牆身嗰啲窿咧去做翻啲圍封，從而咧就俾翻一個防火分間佢，避免啲煙咧，或者火咧，如果喺某單位度某辦公室裏邊着火嘅話咧，咁就局限咗喺咩位嗰個辦公室裏邊咧，就唔會咁輕易咁樣去攻到入條樓梯裏邊嘅。咁另外你見到左手邊咧嗰度有一部好似細隻字有部 lift， 咁佢叫 A lift， 嗰個就係消防 lift 嚟嘅。咁咧因為咧消防 lift 咧佢有個配套嘅，就係話要有一個防煙門廊去保護嗰個消防 lift 嘅。咁咧嗰部分嗰個防煙門廊咧，都需要有足夠嘅嗰個門咧，都要有足夠嘅防火時效去保護嗰個消防 lift。咁另外咧，喺個樓梯啦，你見到咧樓梯咧就分有兩個部分去組成嘅，一個就係樓梯自己本身嘅主體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會有一個嘅防煙門廊嘅，咁就係你見到紅色嗰個部分啦。咁呢個防煙門廊咧，我哋都需要咧去更換嗰個防火門咧，作為一個嘅防火嗰道門咧就要更換為一個防火門咁樣。樓梯裏邊咧，亦都裏邊有時會發現到會有啲電線啊、電錶啊各等嗰啲非緊急設備嘅。咁呢啲都需要去做一啲用啲防火物料去做圍封。咁另外，如果樓梯裏邊有啲窗，而嗰啲窗咧係距離對面大廈一定嘅距離，應該就係6米度啦嚇，或者佢對住自己樓宇裏邊嘅其他未被保護嘅開口嘅話咧，咁佢都係需要係做一個嘅防火窗嘅圍封咁樣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喺住用部分或者住用建築物裏邊咧，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例子，就係你見到咧呢個樓宇裏邊咧有4個單位，每一個單位出嚟咧就去咗一個公家嘅空間，然後就經一道門先至可以去到樓梯。咁喺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裏邊咧，就住住用部分同埋非住用部分或者住用建築物嗰度咧，我哋做到樓梯嘅第一道門。咁所以咧，你會見到樓梯嘅嗰道門咧，咁我哋需要去做一個更換為一個防火門，係做一個消防嘅提升。同樣地，樓梯裏邊亦都會有一啲有機會有電錶啊、電線咁樣，我哋都需要去做一啲保護嘅。另外，你見到樓梯裏邊嗰隻窗係十分之接近隔離嗰個住宅嘅窗嘅。咁所以咧，相關嗰啲窗咧都需要變成一個固定窗，係有防火功能嘅固定窗。咁啊，啱啱提到就係防火門啦。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防火門咧係唔應該被清拆嘅，係唔可以嚴重破損嘅，係應該係一個狀態良好嘅情況嘅。咁咧亦都需要有足夠嘅耐火時效。如果係就住樓梯嘅門咧，咁需要有完整性同埋隔熱性。咁另外咧，喺完咗工之後咧，你哋嗰啲防火門咧都需要去遞交俾都要有呢個防火證書同埋測試報告，係俾我哋屋宇署去審核嘅。咁一般嘅防火門咧都會有一個防火條啦，嚇，即係一條好似啡色嘅條就會喺個喺個門邊或者個門框邊都會見到嘅。咁另外咧，嗰個門咧都要有一個門鉸啦，嚇。咁一般嚟講都會有3個門鉸嘅。嚇，咁啊應該有不鏽鋼嘅。如果你話嗰個用料係一啲膠啊或咁咧，咁就唔會被接受嘅。
咁另外咧，嗰道門能夠自動關上，會有個氣鼓嘅。咁點解咧？因為咧防火門嘅作用咧，就希望咧啲煙同埋火唔會供出去嗰個樓梯或者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咧嗰道門咧，如果咧某單位係有火警嘅話咧，道門能夠自動關上咧，咁就能夠令到啲火或者煙咧就唔會供出去樓宇嘅其他嘅部分。咁防火門咧都一般嚟講係唔可以使用鎖匙去即係去上鎖。如果你由你單位走出去出邊嘅公家地方去逃生嘅話咧，嗰道門係唔應該會有個需要用鎖匙去離開你個大廈離開你個單位嘅。咁另外一般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嗰個防火門咧係應該向住嗰個逃生方向去開啓嘅嚇。咁但係咧就亦你開啓嘅時候咧係唔應該影響到走火通道。例如嗰道門一推出去，唔會影響到樓梯嘅平台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樓梯亦都裏邊啱啱有就樓梯窗啦。咁樓梯窗最主要嘅用途咧就係咧驚啲煙咧或者火咧係由其他地方攻入翻去樓梯裏邊嘅。咁所以咧嗰啲窗咧亦都要有個防火功能，又可以滿足到完整性同埋隔熱性嘅。咁而呢啲固定窗咧，顧名思義啦，咁就係要固定嘅，唔可以開啓嘅。因為如果可以開啓嘅話，啲業主係可以隨時係開咗佢，咁咪變咗冇咗嗰個防火固定窗嗰個功能啦。咁第三樣嘢咧，同樣同啱啱防火門一樣，咁嗰啲防火窗咧係都需要係提供呢一個證書同埋測試報告俾我哋嘅。一般嚟講咧，防火窗咧係唔應該用鋁質嘅物料去製造，因為鋁質嘅物料咧通常嚟講就會比較軟身，唔能夠去受到火嘅即係去燒佢咁樣嘅。咁而咧，所以咧一般嚟講咧係唔會有鋁質嘅物料去製造呢啲咁嘅用鋁窗咧係作為一個防火窗咧，應該就未必係可以被接受嘅。咁另外咧就樓梯嘅電線同埋電錶咧，咁我哋都需要去做一個維通啦。咁亦都要有完整性同埋隔熱性。咁咧亦都要因為裏邊有電錶啊、有電線啊各等嗰啲嘢咧，都需要符合到供電供電條例咁樣嘅。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你哋真係做咗一個防火物料嘅圍封咧，咁就盡量就唔可以將嗰個逃生途徑嗰個闊度同埋高度咧係受到影響嘅。咁一般嚟講個高度就係2米，即係話意思就係嗰個防火板咧係唔應該低過2米嘅。咁就因為咧驚啲人行即係走火嗰陣時咧驚撞頭咧而影響到嗰個逃生。咁另外同啱啱之前所講嗰兩個防火窗同埋防火門一樣咧，咁都係要有證書同埋測試報告咁樣。咁除咗啱啱我所講嘅門扇窗之外咧，咁其實我哋仲有一般常見嘅問題，常見嘅安全嘅問題嘅。當中就包括咧樓梯裏邊咧就可能裝咗啲閘，而影響到嗰個逃生啦嚇。你啱啱見到而家你見到右手邊右上方嗰張相咧，咁啊見到個閘咧就啱啱裝正喺嗰個樓梯級最低個級嘅邊嗰度。咁呢啲咧係唔係咁方便去令到啲市民啲用家去走火嘅。咁另外咧有時啲閘咧會有啲上咗鎖嘅，咁而嗰個鎖咧係需要用鎖匙先至可以開得到。咁如果有業主譬如佢走火，咁如果佢唔記得帶鎖匙，或者佢唔見咗條鎖匙，咁啊變相咁就困死咗喺嗰個大廈裏邊。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其實我哋有時都會見到嘅問題嚟嘅。咁另外其他嘅有啲僭建物啦，例如左下角有張相，你會見到有個搭建物喺度啦，咁佢裏邊搭建物咧，咁可能佢要攞嚟用嚟擺貨啊，或者可能有人可以攞嚟做其他，可能有人喺度擺其他嘅即係電器嘅嘢咧，咁咧變相咧就會增加咗嗰個火災嘅危險嘅。咁最後咧樓梯咧亦都喺個牆身裏邊咧，亦都可能會有機會俾人開咗啲窿嘅。當中咧就包括咗可能會裝咗啲抽氣扇啦、冷氣機等等。咁呢啲咧都會令到呢啲火同埋煙咧係容易進入去樓梯而影響走火。咁啱啱其實陳 Sir 都有提到，就係我哋遵從消防安全指示一般嗰個主要嘅步驟。其實我哋同消防處都基本上係大同小異嘅，所以我就唔特別喺呢度特別再長談。不過我又想提少少，就係如果我哋做呢一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裏邊嘅我哋屋宇署嗰張嗰個部分咧，咁其實咧你哋可以去我哋屋宇署個網站。
咁睇一睇我哋有一啲專業嘅人士嘅名單咁樣啦嚇，我哋叫認可人士啦嚇。咁裏邊咧亦都有啲資料可以俾到大家，咁可以俾你哋可以去揾呢啲咁嘅認可人士啊。咁啊可以佢可以提供到一啲即係專業嘅意見，可以俾翻個業主咁樣嘅。咁另外咧，喺嗰個進行呢個我哋屋宇署嘅消防安全指示嗰陣時咧，你哋亦都可以上我哋屋宇署嘅網站咧，亦都有啲註冊承辦建築承辦商嗰啲資料嘅。你哋亦都可以喺嗰度揾到相關嘅資料，從而咧去揾佢哋去報價，去進行所需嘅工程咁樣。咁我哋啱啱都提到啦，阿陳 Sir 都提到就係個財政資助裏邊咧，其實一般嚟講，我哋都你可以揾翻市建局裏邊啦。咁佢有一個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咁樣嘅。咁另外有一個消防安全嗰個資助計劃，都之前都有即係協助啲業主去做。咁詳情咧可以打翻市區重建局個電話31881188。咁我今日所講嘅嗰個簡介就係咁多。咁啊，多謝各位。